起肖战，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舞台上的光芒，镜头前的从容。然而，这段视频却从一个略显意外的故事开始。他曾在上海深夜被一只流浪猫咬伤，不得不紧急前往医院注射疫苗。这原本是一件令人心疼，甚至有些倒霉的事情，但粉丝们的反应却出奇一致。他们没有责怪那只猫，反而半开玩笑地说，有点羡慕那只猫。这种羡慕的背后，其实是大家对肖战一贯温柔性格的认知。他不会因为一次受伤就对流浪动物产生排斥，更不会用人类的标准去责怪一个处于自我保护本能中的小生命。在他的世界里，动物不是危险源，而是需要理解与包容的存在。正是这种态度，让一个原本普通的意外事件变成了温暖人心的开端。在拍摄《小城立方》期间，肖战曾短暂停留在锦州。就是在那段时间里，一只常年徘徊在酒店停车场的流浪猫悄然走进了他的生活。这只猫有个特别的名字，战。据说它因为经常打架，一战成名，于是被周围人这样称呼。而肖战听到这个名字时，并没有觉得巧合尴尬，反而多了一份亲切。他开始留意这只猫的生活状况，并主动请酒店工作人员每天为它准备食物。不是一次性的施舍，而是持续稳定的照顾。更令人动容的是，在春节临近时，他还特意为这只猫准备了一座红色的小猫别墅，甚至贴上了春联。在冰冷的冬季，一只曾无人问津的流浪猫有了自己的家。这不仅是物理上的庇护，更是一种被世界温柔以待的象征。令人敬佩的并不是这些行为本身，而是他们被发现的方式，或者说被无意中发现。肖战从未公开提及这些事情，也没有任何媒体报道。在他离开锦州之后，粉丝通过零碎的线索拼凑，才逐渐还原出这个故事。事实上，这种低调的善意早已存在。从还未走红的时期开始，他就用自己的收入持续向动物保护组织捐款，甚至为流浪猫认养了上百个猫窝。这些行为没有热搜，没有通稿，也没有人设标签。他们只是一个人，在没有镜头注视的地方，依然选择温柔。有一句话在视频中被反复提及，想了解一个人的品格，不要看他如何对待上位者，而要看他如何对待弱小的生命。这句话在肖战身上得到了极为生动的体现。面对流浪猫，他从不居高临下，他会蹲下来与他们平视，用眼神交流，而不是简单的投喂或驱赶。这种姿态是一种真正的尊重。人与动物之间本就不存在语言的桥梁，但他却用耐心和温柔建立了一种平等的沟通方式。那一刻，他不再是明星，也不是公众人物，只是一个愿意倾听生命的普通人。很多人会把温柔当作一种性格，但实际上它更像是一种选择。在复杂的娱乐圈环境中，保持善良并不容易。面对压力、舆论、误解，一个人很容易变得防御甚至冷漠。但肖战似乎始终保留着内心的一块柔软之地。这种柔软并不意味着脆弱，而是一种经过思考后的坚定。他知道世界并不总是善意的，但他仍然选择以善意回应。对动物如此，对人亦然。除了这些温暖的小故事，视频中也更新了关于肖战近期的事业进展。首先是新剧《德宝》在优酷平台上的预约人数已经突破200万，热度持续攀升。有消息称，该剧有望在6月中旬上线，引发观众高度期待。此外，《十日终焉》也已进入筹备阶段，拍摄地点定于青岛。这是一部制作规模庞大的项目，集结了顶级制作团队，预示着肖战在影视领域的进一步突破。与此同时，他还以全球代言人的身份出席了 NARS 品牌活动，现场状态引发广泛关注。这些成绩说明，他不仅在做人方面令人敬佩，在事业上同样稳步前行。在当今高度商业化的娱乐产业中，人设几乎成为一种默认配置。一个艺人可以被包装成温柔、努力、幽默，甚至完美无瑕的形象，而观众也逐渐习惯了这种经过修饰的理想人格。然而问题在于，当镜头关闭之后，这些标签还存在吗？围绕肖战的讨论恰恰击中了这一点。因为他的许多行为
并不是发生在被聚光灯照亮的舞台，而是在无人记录的生活缝隙中悄然发生。试想一下，如果一切只是人设，那就意味着需要被看见、被传播、被反复强化。但他在锦州照顾流浪猫的事情，是在离开之后才被发现，他长期捐助动物保护组织，也从未主动公开。这种延迟被看见的善意，反而更具说服力。真正的本质，从来不需要刻意展示，它会在细节中自然流露。是蹲下身与流浪猫对视的那一刻，是在寒冷中为一只小生命准备栖身之所的决定，是在受伤之后依然不去责怪的克制。这些细节之所以打动人，是因为他们没有观众意识。一个人在无人注视时的选择，才最接近真实的自我。更深一层来看，这种本质还意味着一种稳定的价值观，不是一时的善意，而是一种长期一贯的行为模式。这种稳定性才是区分表演与真实的关键。所以，与其说大家被他的行为感动，不如说是被一种真实仍然存在的可能性所触动。在一个充满滤镜与修饰的世界里，这种真实显得尤为珍贵，也更容易引发共鸣与信任。当我们谈论温柔时，很多人会误以为它是一种软弱，甚至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品质。但这段关于肖战的故事却重新定义了温柔的意义。温柔其实是一种选择，也是一种力量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每天都在面对各种压力，工作的竞争，人际的摩擦，情绪的消耗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人很容易变得麻木，甚至对周围的一切失去耐心。对流浪动物视而不见，似乎成了一种正常。但正因为如此，那些依然选择停下脚步，给予关注的人，才显得格外不同。更重要的是，温柔是具有传播性的。一个简单的善举，往往会在不经意间影响他人。比如，当粉丝看到他为流浪猫建造猫别墅的故事后，可能会开始思考，自己是否也能为身边的小动物做些什么。这种影响并不需要宏大，哪怕只是多准备一碗水，多一次不驱赶的耐心，都是改变的一部分。从社会层面来看，这种被看见的温柔会逐渐形成一种价值导向。当越来越多人开始认同善待弱小是一种值得尊重的行为时，整个环境也会随之变得更加柔软。而从个体角度来说，温柔也会反过来滋养自己。一个愿意对世界保持善意的人，往往更容易获得内心的平静，因为他不是被动地接受世界，而是在主动塑造与世界的关系。或许我们无法改变整个世界，但可以决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它。而当温柔被不断传递，它终有一天会从一个人的选择变成许多人的共识。星号结尾感谢与互动呼吁，星号，感谢大家看到这里。如果你也被肖战这些温暖的故事所打动，欢迎点赞分享这支视频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份善意的力量。同时也别忘了星号订阅频道，星号，打开小铃铛，第一时间获取更多精彩内容。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吧。你是否也曾遇到过让你感动的动物故事？你怎么看待从对待动物看人品这句话？期待你的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